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咖啡品牌频道。1901年，意大利人鲁伊吉·贝泽拉获得了一项使用蒸汽压力制作咖啡的专利，能容纳150升水，可以在1小时内做出300杯咖啡。1906年，米兰博览会上，这个庞然大物在展会上震惊了所有的参观者，也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咖啡行业，更间接成为推动咖啡机工业发展的原动力。这台机器被后世称为现代浓缩咖啡机的鼻祖。但随着更多的专利资料从各国档案馆的仓库里重现天日，莫里昂多又被推进了历史的舞台，声称他的发明才是浓缩咖啡机的鼻祖。真的是这样吗？那为什么没有以莫里昂多为名字的咖啡机呢？甚至除了只言片语，我们却找不到莫里昂多和他的咖啡机的照片呢？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挖掘浓缩咖啡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浓缩咖啡机之父的陨落究竟又经历了哪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首先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9世纪。提到咖啡机的创始人，我们在各处都能搜索到关于时任巴黎大主教让 Baptiste de Bellot 在1800年代发明的免煮咖啡机。因为在此之前，咖啡通常被制作成泡剂或煎剂，就是以泡茶叶和煎中药的方法今天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出那种强烈的苦涩，甚至有些烂树根一样古怪的味道。再或者是以土耳其方式或希腊方式，以咖啡原产国进口的方法制作咖啡。同样的，没有经过几个世纪的咖啡文化教育，这种冲煮方式制作出的咖啡还是让人感到糟糕，无法接受。而这种免煮咖啡机的出现，让咖啡流行了几个世纪以后，从口感上发生了一次质的改变。它由2部分组成，在它们的连接处有一个由网额和金属盖组成的过滤器，金属盖上有孔，咖啡被压碎后放在其中，将热水倒入上部，它穿过咖啡粉后，咖啡液被收集在下部的容器里，底部可以用蒸锅保温。可能会有很多咖啡玩家笑称，这不就是美式滴滤壶吗？但在200多年前，这简直是一项咖啡界的世纪发明，由它推动的后续咖啡机发展简直无法想象。但对于这项发明，唯一让人困惑的就是，你很难想象，这位80多岁的主教在法国的大革命之后，不仅要忙于法国的宗教重建，还要与罗马总部深入交流。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下，又考虑到200多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这位主教在当时或许更像是一个吉祥物的存在，并且他喝到的咖啡应该都不会是他自己亲自制作的。那他又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能发明出这台咖啡机呢？是否还存在另一个 Bellot？ 我们先留个谜团。这台免煮咖啡机的出现，让法国在1806年至1855年间成为整个世界咖啡机发展的先驱。这50年间，法国一共发布了至少178项咖啡机的专利和改进申请，更是逐渐影响到整个欧洲。1819年的 Maurice 咖啡机由 Jean-Louis Maurice 设计并申请专利。从这张图纸上，我们能看出经典那不勒斯颠倒壶的影子。同年的劳伦斯咖啡机的专利图中，会发现现代品牌 Biatti 的摩卡壶工作原理，开始出现压力迫使水流穿过咖啡粉的设计。1822年 Nubot 的咖啡机是现代品牌 Biatti 型摩卡壶的前身，水通过水壶的压力流过咖啡粉，并通过管道流到外边。1824年由 Andrei Kazanov 设计的咖啡机，从图纸中能看到咖啡被收集在水壶边缘的第2个容器中，并且配备密封系统，可以从水龙头上取咖啡。而在他设计的广告宣传中，被称为经济型咖啡机，保留咖啡的芳香。我们也能看到些许能被称为咖啡机的影子。1835年 Bollange 一位出生于法国杜埃的建筑师，以新型蒸汽咖啡机申请了第1项法国专利的虹吸式咖啡机，这也为他赢得了1836年的罗马大奖。1841年 Vazsiv 咖啡机和 Marfil 咖啡机
从图纸中我们能看到现代虹吸壶的雏形。然而，咖啡机在以蒸汽压力推动水流萃取咖啡的发展，以及为第一台浓缩咖啡机提供的原理，德国的发明家艾拉德·罗梦斯豪森应该是排在首位。他在1818年出版的著作，这个名字太长了就不念出来了。在这里呢，他描述了第一台使用蒸汽推力将沸水推进咖啡粉的咖啡机。在1821年的第二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一种更加安全的模型，以防止无人看管的水壶爆炸。其中呢，包括有曲柄驱动的活塞。仔细观察专利图，这也可以被称为200多年前的拉杆咖啡机。关于罗莫斯豪森的咖啡机以及片中所提到的所有咖啡机工作原理，我们呢会在窝瓦咖啡的账号里做节目给大家揭秘。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的另一个咖啡硬核解密类节目的频道。言归正传，使蒸汽迫使水流贯穿咖啡粉，虽然通过的水更热，萃取压力仅略高于1帕左右，但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它已经是相当先进的。法国的咖啡文化及咖啡机的设计呢，能如此快速的发展，不得不提一下法国的专利政策。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专利成为刺激技术创新和工业发展的关键工具，而法国更是最早建立现代专利系统的国家之一。1791年呢，就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专利法。也正是如此，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法国的咖啡文化与发展呢，会空前繁荣。1883年巴黎公约第一个为国际专利保护建立了基本原则，包括优先权原则。所谓的优先权，就是发明家在任意缔约国首次申请专利后，在接下来的1年内，可以在其他缔约国提交相同的专利，而所有申请的有效日期最初的申请日期相同的。同时，专利是独立的，在一个国家专利权失效，不影响其他国家的专利权状态，而专利时效呢，会根据各个缔约国自己的规定。19世纪，咖啡在法国变得相当流行，提供咖啡的场所呢，成倍的增加。但是很显然，咖啡店还无法做到大规模生产优质咖啡，尽可能快、尽可能经济的做到最好，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当时，咖啡店甚至会提供袜子汁儿，没错，是真的洗袜子的水和橘汁儿混合来冒出咖啡。而这些加入牛奶后，从口感到外观完全看不出来它不是咖啡。而掺假的咖啡在当时呢相当普遍。事实上，在当时法国的当权者对于常被出现的咖啡馆感到非常担忧，甚至希望所有这些人都能在家里喝咖啡，而不是在当地的咖啡馆里谈论政治。而上述小型家用咖啡机的发展又无疑加速了大规模咖啡设备的演变。而第一个在法国关注大规模输出咖啡的是约瑟夫·帕特里斯·德波尔格，他在1832年申请了蒸汽大规模制备咖啡的方法的专利。他的专利呢却不包括图纸，而只是描述。他是这样描述的：在实验室环境中使用蒸汽发生器，将水推入装有咖啡的装置，装置两侧都有筛网，并有一个金属网来保留咖啡粉。咖啡液被收集在一个内衬瓷器或陶器的锅炉中，并通过水龙头提供。据测算，可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咖啡，在15至21分钟内生产18到2万杯，在不到9小时内生产150公斤的咖啡或15万杯咖啡。既定目标呢是将咖啡分销到城市的所有社区。显然，这份专利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项目计划或是产品计划书，而且9小时15万杯，在当时呢更像是设计者不切实际的想象。然而，这份只有描述的专利竟在当时申请成功，并授予了10年的期限。1847年，由巴黎酒厂安德烈·吉拉德提出的吉拉德咖啡机，这应该呢算是类似于第一台浓缩咖啡机。此系统被称为冷凝器，用于制备咖啡和茶的化学装置。
由一个容量为8至9升的铜罐组成。加热后，将水输送到2个圆柱形过滤器中，支架深15厘米，直径11厘米，带有双隔间，配有3个金属过滤器，位于锅炉的每一侧。水通过含有咖啡粉或茶的过滤器，然后通过盘管，最后收集在2个装有水龙头的刻度水晶容器中。该设备可在45分钟至50分钟内冲泡50杯咖啡或茶。1853年，洛伊塞尔带着改进版的免煮咖啡机回到了法国，他给大主教的咖啡壶注入了新的力量，并取名为静压渗滤器。他声称这不是机械力，而是重力。被蒸汽压力带到高处的水遵循帕斯卡定律，它可以在那里保持高温，等待萃取。提取的力量等于带到那里的蒸汽力量。只是稍微想想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那不重要。一个产品的成功噱头更重要。对于这个想法，洛伊塞尔还给他添加了一个宏伟的营销计划，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当时赚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他的静压渗滤器在当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而在1855年的 Cosmos 杂志中提到洛伊塞尔的咖啡机，他卖出了2000杯咖啡。展会结束后，他的渗滤器就被移到了马特街的弗拉斯卡蒂咖啡馆。法国咖啡机的历史似乎在1858年至1930年间就停滞了。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渗滤器的成功。它在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完美地解决了市场的需求。在这一时期，渗滤器占据了所有的市场，几乎再没有什么创新值得一提的了。洛伊塞尔的成功将小型咖啡机转向酒店和咖啡馆的大型咖啡过滤器。事后看来，似乎这种停滞也是时代的必然。蒸汽机的发明所带来的蒸汽作为机械动能的原理，可以说是统治着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也导致了在咖啡提取的新方法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延迟。用蒸汽以外的类去推动水进行研磨的想法，在今天看来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但却经过了150年后才出现了活塞的方法。尽管发明者们仍然停留在蒸汽推理上，将自己限制在高温下，忽略了要点，但在这条路上出现了阀门，而蒸汽机车还给旅行者带来了流动性。随之而来的还有渗滤器的广泛传播。了解浓缩咖啡机历史的小伙伴总会看到一张照片，1906年米兰国际展览会上的贝泽拉展台上展出的第一台浓缩咖啡机。然而随着莫里昂多的出现，又将贝泽拉的第一台浓缩咖啡机推到了第2位。但是不管如何，查找莫里昂多的咖啡机，除了图纸、文字，却又找不到任何一张实物的画像或者照片作为直接证据。莫里昂多究竟是不是浓缩咖啡机之父呢？让我们把地理位置从米兰转移到都灵，了解一下莫里昂多的家族。莫里昂多祖父创立了一家利口酒公司，后来由莫里昂多的父亲接管。在1868年，他的叔叔和表弟创立了巧克力工厂，巧克力非常火爆，尤其是聪明的莫里昂多将利口酒和巧克力结合，生产出的利口酒巧克很快成为都灵的畅销品，也因此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因为他们使用的蒸汽机日夜不停，噪音扰民，不得已又将工厂搬迁到别处。1872年，莫里昂多的父亲去世。1876年，家族又卷入了一场情杀案中，这一切又与莫里昂多的女儿有关。而莫里昂多正是在工业蒸汽机、家庭闹剧、利口酒和巧克力帝国的背景下，研发了他的第一台浓缩咖啡机。1884年4月29日，他向意大利专利局申请了一个专利，在公司机械师的帮助下设计和组装了一台全新的咖啡机。此时的莫里昂多33岁，已经是都灵最大的咖啡馆之一 Grand Café Liguri 的老板。从这个专利图我们能看到，进水口和蒸汽进水口
通过3通水平阀系统分雷。在第一个位置，水进入一个单独的隔间，与外界连接一个连通器来观察水位线。通过旋转阀门，蒸汽通过小管从格式顶部进入，将水推出。当打开过滤器支架上方的第2个阀门，水会流过咖啡，咖啡可以直接放入杯中或保存在过滤器下方的容器里。带有独立水和蒸汽入口的水龙头与贝泽拉的设计完全相同。显然，在这个专利上，莫里昂多应该是第一位。单从蒸汽推动水来看的话，这不算稀奇。罗莫斯豪森可以说是这场比赛的赢家。单从利用阀体开始精确地计量咖啡的体积、水和咖啡的出液量，这在咖啡原理上可又是一场革命性的进步。那么，莫里昂多的发明为什么被淹没在时光的洪河中？难道真的如传言那般，莫里昂多只是一个喜欢设计的工程师？之后他就放弃了咖啡机事业吗？其实，在他递交了意大利的专利申请后没几个月，他添加了一份证书，在法国又提交了2次专利。由此可见呢，我们的莫里昂多还是比较有远见的。这时的法国咖啡馆文化空前繁荣，可以说是整个欧洲咖啡文化的中心。在法国开拓市场，甚至意味着布局整个欧洲的咖啡机市场。显然，莫里昂多也是看到了这点，但他真的看到了吗？他之后的操作似乎呢又在证明，这位企业家可能没太看得上咖啡市场。莫里昂多刚刚获得了意大利的专利，意大利的综合展览会就抵达了都灵。莫里昂多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在展会上一鸣惊人。他做到了，他的设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获得了该类别的铜牌。在今天看来，这么轰动咖啡行业的事情却没有一张照片。在档案中的照片里，只有在咖啡机附近拍摄的某些视图，以及一些谈论这个神奇咖啡机的文字痕迹。展览结束后，莫里昂多将咖啡机移到了他的咖啡店中。在皮埃蒙特公报报道中，我们又找到了一则广告，显示莫里昂多在他的咖啡店里举办了他的2台机器的落成典礼，并将在公众面前运行了这台机器。1890年初，这台机器又被放在了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电影院里，为顾客提供服务。这台机器由镍制成，水箱容量为150升，每小时可生产300杯咖啡。1898年，当国家展览会再次抵达都灵时，莫里昂多带着他的咖啡机也再次来到了展会中。可惜的是，跟1884年相同，我们依然在照片中无法找到他的身影。也许又是在某个背景中，或者是在旁边的一个亭子里，始终无法看到与咖啡机有相似之处的物体。然而在档案中，我们找到了一篇带有他肖像的文章，以此证明了展览会上的莫里昂多和咖啡机。莫里昂多可能没有意识到，他这些年究竟错失了什么。他可能也已经忘记，他在法国的专利期要结束，而这个的时间点就在1900年的10月24日，而1901年又正是贝泽拉提出申请专利的时间点。这难道只是巧合？不过，贝泽拉的专利中只是在独立水和蒸汽入口的水龙头与莫里昂多的设计完全相同，而在外观设计及某些结构上大大改进了莫里昂多的咖啡机，甚至配备了2个蒸汽出口，用来加热牛奶。吉冈迪是贝泽拉为他取的名字。1884年到1901年间，莫里昂多的咖啡机在都灵不同地方、咖啡馆、电影院都展示，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将咖啡机投入生产、宣传，放到都灵、意大利甚至法国的所有咖啡店里。他甚至呢，只是将咖啡机作为一个神秘展品的噱头，引得大众只能到他的咖啡馆中才能见到。这可能呢，也是在这么多的报道中，我们总是无法找到莫里昂多的咖啡机照片的原因。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即使没有找到照片，还是会有人亲眼所见。也许那些人就把这头庞然大物记在了心中，把它带到了意大利各地。
于是，在同一段时间轨迹内，意大利的咖啡机才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显然，贝泽拉看到了它的前景，帕沃尼亦是如此。他们在意大利的米兰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旅，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短短的几年间，意大利米兰的咖啡馆里都能看到吉冈迪的身影。我想，此时贝泽拉的咖啡机也可能已经打开了都灵的市场。也许这时的莫里昂多才反应过来，他究竟错过了什么。1910年到1911年间，莫里昂多与巴西政府达成了协议，不仅获得了在国际展会上独家提供咖啡服务的权利，还获得了咖啡烘豆机分销和烘焙巴西咖啡豆的商业合同。巴西政府还希望他帮助在皮埃蒙特的120多家酒吧安装这些烘豆机，以促进巴西咖啡和名为 Fumonici 的小型家用咖啡机的销售。这像是莫里昂多对于咖啡机错失良机的补救，但是从他的人生轨迹上看，就会发现，或许没有选择深入咖啡，只是他无暇再多一份事业。他的家族事业让他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有利口酒事业，有巧克力工厂，有独立最大的咖啡馆、酒店事业。1903年，他又是马泰·奥塞拉诺创办汽车的公司投资人之一。或许呢，又像让标致家族那期节目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在面对家族企业的走向时，也无法避免的发生了家族的内部斗争。虽然呢，莫里昂多的名字如今没有与咖啡机品牌联系在一起，但却与巧克力联系在了一起。一直到今天，虽然都灵的巧克力工厂最后在1924年出售给了 Vinci， 随后在罗马设有分公司，但今天呢，仍然生产莫里昂多巧克力。在浓缩咖啡机的历史脉络里，这样走了一遭后，我们会发现，发明家所带来的改变很少会向前迈进一大步，而是会走一些小弯路。从罗莫斯豪森到莫里昂多，再到贝泽拉之间，也许存在着更多连续的进程和被遗忘的发明家，因为档案被毁、丢失或管理不善，我们能找到的往往是历史的幸存者，他们也许都是浓缩咖啡机之父。不可否认的是，时代的这架马车是从没有停止过的，总会有聪明的头脑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更新迭代。品牌的竞争往往就在一不留神间错失了机会。然而社会的发展也像从马车变成机车，再到高铁、飞机一样健步如飞。品牌间的厮杀并购，只为争夺在你家里放一台自家咖啡机的机会。而我们究竟爱喝什么样的咖啡，似乎呢也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时刻改变自己的口味。然而浓缩咖啡机的出现并不是没有争议的。那黑色的液体，即使加吉亚的革命性设计为后世带来了克雷玛，如果没有第二波咖啡浪潮的推动者星巴克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咖啡特调饮料，人们还是不会发现浓缩咖啡带来的黄金液体是如此的美味。估计全世界热爱 Espresso 的唯一拥护者应该也只有意大利人了。在浓缩咖啡机出现的100多年后，浓缩咖啡已经成为了主流咖啡趋势，甚至从只有咖啡店才能享用的美味拿铁，已经出现在每一个咖啡爱好者的厨房里。咖啡机的价格更是从几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当全自动咖啡机成为咖啡师大赛的赛用机时，是否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全自动咖啡机的革命不知是否会撼动浓缩咖啡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